事情是这样的，有一天我在刷视频的时候，看到这么一个日本博主分享了他肌断食的经历，并且还推荐了一本书。那恰好我这段时间一直待在家里，也没有怎么出门，所以我就去下载了这本书。我就想要看看这本书到底有什么魔力，能改变一个人的皮肤。每周更新一个新视频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我的频道。在开始之前呢，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的皮肤状况。我的皮肤呢，其实之前是有长炎症的，就是皮肤会长那种又红又肿，然后又硬，很难消下去的痘痘。那在之后呢，我经过了一系列的看医生，然后吃药、内调，然后改变我的饮食习惯，我的皮肤已经就是慢慢的开始有在变好。现在的脸上呢是有暗沉和泛红，还有一些痘印留下来的疤。我的皮肤呢，从最初的油性皮肤到最后被我折腾成了混干皮加痘痘肌。那我现在呢住在一个比较热的地方，几乎每天的温度呢都是32度以上。那我皮肤呢本身还在恢复过程当中，所以呢我在做肌断食的整个过程当中呢，我会尽量少出门。尽管要出门，我也是会选择物理防晒，就是戴一个太阳帽。这本书里也有提到说，物理防晒呢会比涂防晒霜要好。那同时也有提到，如果你实在真的想涂防晒的话，就选择是有凡士林打底的防晒。8月9号的8点04分，然后今天呢是我第一天尝试不用洗面奶洗脸，并且我也不会去用任何的产品。皮肤呢现在还是在恢复期，我现在也有在涂2种药，所以呢我连那2种药也将会停1到2个星期，所以呢想要给你们看一下到最后的效果。现在呢是8月10号早上的9点38。那我现在早上洗脸呢也不会用洗面奶，给你们看一下今天早上的皮肤怎么样，就是什么都没有涂，感觉跟昨天没有什么变化，就是也没有很差，也没有说一下子有提升。那我通常洗完脸之后，如果后续没有涂任何东西的话，我的脸现在感觉是有一点点的干干的，就是干的话它有时候还会掉皮。又是新的一天，早上好大家。8月11号早上的8点48，今天起得比较早，因为有些事情要做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最近的皮肤，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，就是还是一模一样，但是我现在脸上的红血丝已经就是减少了很多。今天是8月12号的早上8点快9点多，直到今天吧，我才发现它有一点点的变化，就是特别是我右边的脸，然后左边的话呢，这里有一个痘痘，但是呢，这几天也在慢慢的消掉。但是除此之外呢，我这张脸，就是我左边这张脸的话，其实也还可以。我现在脸上的这些呢，应该都是一些斑点，就是靠后期的恢复，这样它不需要涂任何的药。如果换做以前的我的话，我会去买那种什么淡斑产品，但是我之前有用过，就没有任何的效果，然后反而还会让我的脸越来越坏。所以这次把所有产品都停掉了，这个选择我觉得我做的还挺正确的。现在来卸妆，因为今天拍视频嘛，画了眼妆，画的眼线。那我用的洗面奶呢，我现在用的是这个 CeraVe 的这个洗面奶，就挤那么一点点。就是我看到书上说，如果你实在是化妆了的话，你可以先用这个棉花棒，就是把眼妆卸一卸。但是呢，我家里是没有棉花棒的。这个是刚刚洗好的，还挺干净的，以后我就打算这么洗了。现在是8月13号早上9点44，我大概是8月9号晚上开始这一个肌断食，那距离现在也有4、5天左右了。那今天早上呢，我起来之后，我看到我的皮肤，特别是就是整体的，就是我皮肤整体的状况现在是没有长痘痘了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然后它也不会长任何的白头，特别是在我右边的脸还是挺明显的，就是能感觉到所有的那个
斑都已经开始在慢慢的减少，但是还是有，只是说慢慢的淡了下去。然后我左边脸就是跟昨天一样，就是长痘痘，但是现在已经平了。但是除此之外，我的脸没有任何我觉得不好的地方，就是我觉得我的脸现在还可以。之前有看到别人尝试肌断食之后呢，感觉他们的皮肤很干，我的皮肤其实还行，没有很干，也没有很油，我觉得就是刚刚好。那我不知道这个挑战会持续多久，有可能是7天，也有可能是14天，所以到时候我们看情况决定吧。又是崭新的一天，早上好大家，现在呢是8月15的9点多。我之前有提到，就是除了痘痘没有增长之后，我还发现好像我的毛孔也变得更细腻，就是之前这一圈的话，它的毛孔非常的粗大，然后这几天我就发现，哎，看起来好像它这个毛孔就是变小了很多，就是没有之前那么明显那么的大。然后呢，就是我这边痘痘也差不多就是已经扁下去了。现在已经是8月17号了，8月10号开始这个挑战，到目前为止已经7天，也就是说已经过了1个星期。虽然说我的脸上有微小的变化，但是呢，我打算将这个挑战一直持续到14天，也就是2个星期。那我想看一下，再过7天后，我的这些斑点啊，或者是发红的区域有没有减少。现在呢，能看得出来是有微小的变化，但是说可能跟7天前的变化没有太多。那所以呢，这个挑战将会成为14天的挑战。刚刚洗完澡，然后发现我这边长痘痘的地方呢，有一点点的掉皮，有一点点的拔干。现在呢是8月19号，我的皮肤还是一如既往的好，就是没有长任何痘痘，特别是我现在快来生理期了，所以就是脸上呢就是没有长任何痘痘，而且加上我这几天其实有点嘴馋，然后吃了一些巧克力，吃了一些蛋挞，现在应该是我皮肤第9天的样子，给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。就是我的皮肤呢，这边还是会有红红，然后会有暗沉的地方。除了这一块地方呢，是之前长了痘痘，然后我自己控制不住手，然后去抠它了。除此之外呢，皮肤就是非常的好。早上好啊，大家！现在呢是8月21号。那今天呢，来和大家更新一下我的皮肤状况，因为我好像也有1-2天没有拍了，我就觉得我的皮肤其实都长得差不多，所以我就没有拍。那今天呢，差不多要接近我们14天的挑战，然后可能再过2-3天我就会录一个结果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想要再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皮肤状况。那我左边这边长痘痘的脸呢，其实这个红的区域已经有点消下去，但是除此之外，脸上的这些毛孔啊，以及其他的一些红色斑点都已经消的差不多了。那右边的脸呢，我的手一摸过去是非常的平滑，毛孔这边呢也小了很多。那我能说我这张脸在这段期间呢表现得特别好，这个呢就是我想要看到的皮肤状态该有的样子。现在我出个门要去趟邮局，但是在去邮局之前呢，我要去买杯星巴克。今天早上的太阳是特别的大，我今天呢是没有涂任何的防晒霜，就是戴着这一顶太阳。大家早上好，现在呢是8月23号早上的9点37。今天呢是我肌断食的最后一天，那我是从8月9号晚上开始就不用洗面奶洗脸。那今天呢已经是23号，所以我要总结这2个星期来我的心得，以及我推不推荐大家也去尝试一下肌断食。现在呢来看一下我今天的皮肤。那第一天呢，我这边呢是非常的红，然后有痘痘的，现在的痘痘呢已经消掉，这个就是疤痕，然后毛孔痘痘也没有再长了。那右边的脸也是非常的平滑，
对比一开始的时候呢，这边也是有很多非常明显的红点，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了。我的脸呢是不敢多涂东西，也不敢不涂东西，所以做这个挑战之前呢，我也有一点担心，如果不涂一些保湿产品的话，我的脸会不会非常的干，会不会非常的难受？但完全没有那种感受。除了我长痘痘的地方，就是这块红的区域会有掉皮的情况以外，出油的状况呢，我明显感觉少了。我的建议呢是上网多做一下功课，因为大家的肤质可能不太一样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你居住环境，就是你住太冷或者是你住太热的地方呢，其实对你的皮肤也是有影响的。那第三个原因呢，就是跟饮食还有生活习惯相关。那在做这个肌断食之前呢，我已经戒掉了任何的乳制品，然后少吃糖，减少碳水。这3点呢是治痘的重要原因。所以说在做这个挑战之前呢，我已经减少甚至是减掉这3样让我脸上发痘的东西。那在这段期间，我也是保持一样的生活习惯，一样的饮食习惯。所以说肌断食也不是说完全能让我皮肤变好，让你皮肤变好的因素有非常多，就像我刚刚所说的那几点。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，如果你们喜欢，不要忘记关注、点赞、加收藏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